一代做官九代絕。咩意思呢？做官做得正，荷包打拎丁；做官做得奸，荷包有錢賺。就算做得正啲，得後代啲咪好好嘅啫。自古以嚟，升官發財都係大部分人嘅目標，尤其係做官啊，可以話令到全家都覺得光榮嘅事。但係呢隻鐵飯碗又唔係話個個都拎得穩嘅喎。事關喺古時候有句咁樣嘅俗語，話一代做官九代絕。字面上嘅意思就係話一個人喺朝廷做官，但係如果佢做咗啲貪贓枉法、為非作歹、對皇帝不忠嘅事嘅話，好有可能就連累到佢自己嘅後代，令到佢家族衰敗啦。咁點解老祖宗會咁講呢？做官唔好呢？鐵飯碗喎。咁首先喺古代做官雖然話有權有勢，但係都係屬於高風險職業嚟嘅。喺古時候都係皇帝話事啊嘛，如果一唔覺意得罪咗皇帝嘅話，分分鐘真係會人頭落地嘅。但係如果佢一個人死都唔緊要，最怕嘅就係佢犯咗啲咩重罪，例如話貪污啊咁。咁皇帝如果一旦係要嚴打嘅話，唔單止會將佢抄家處死，仲可能會滅族啊。咁情節輕嘅話就會俾株連三族、父族、母族，仲有自己老婆嗰邊外父外母冚家。情節嚴重，譬如話謀反呢啲大罪嘅話，就會俾株連十族。除咗自己嘅親人親戚之外，就連自己門下嘅學生都會被斬頭。例如話李斯，佢係秦始皇嘅丞相，可以話為秦朝立下咗唔少汗馬功勞嘅。但係秦始皇死咗之後，佢就同趙高合埋去篡改秦始皇嘅遺詔，假傳聖旨，逼死扶蘇，導致秦朝走向衰敗。最後反而俾趙高反咬一口，話佢謀反，被判處腰斬，仲株連佢三族。咁你話唔貪唔爭，做個好官又得唔得呢？你睇方孝孺，明朝初期嘅文人，可以話佢係忠誠，亦都可以話佢係死牛一邊頸嘅人。嗱，話說朱棣通過靖難之役入駐南京之後，要求方孝孺起草一份繼位嘅詔書，但係方孝孺死都唔肯寫，仲拒絕認可朱棣做皇帝。咁朱棣就威脅佢話啦：如果你唔肯寫嘅話，我就株連你九族。點不知呢個方孝孺就話咯，就算你株連我十族都係咁話噶啦。咁結果全個家族連埋佢嘅門生都被牽連，將近900人都被誅殺。佢就係歷史上唯一一個被株連十族嘅人啦。所以喺古代做官可以話係一個高危職業嚟嘅，伴君如伴虎，人在家中坐，禍從天上嚟，就係咁解啦。就算你再小心謹慎都好啦，可能會喺邊一日唔知講錯咩嘢，做錯啲乜嘢嘢，站錯隊啊，或者係得罪同僚，或者係激嬲咗皇帝，隨時都會冚家富貴嘅。咁呢一個就係九代絕啦。咁一代做官九代絕呢個說話其實仲有另外一種解讀嘅喎。喺古代如果做官唔貪嘅話，反而係另類會俾人排斥嘅。咁佢哋貪污嘅渠道多數都係刮地皮啊，或者係霸佔良田。咁做官嘅唔去造福百姓，反而係欺壓百姓，因為受到貪官污吏嘅影響，之後幾代嘅老百姓都好難翻身。呢一個亦都係九代絕。咁一代做官九代絕，下一句又係咩呢？一家發財九家貧。點解一家人發達會令到9家人貧困呢？喺古代，除咗可以通過做官升官發財之外，仲可以通過地主經商發家致富嘅。古時候就冇現代嘅市場經濟，咁古人對行商呢樣嘢亦都冇正確嘅認知。不過當時候確實又有好多奸商嘅，咁商人係通過暗中操作嘅手段，對勞動者不斷咁剝削壓榨，自己就過住養尊處優富人嘅生活，但係底層嘅人員呢就過住苦不堪言嘅生活。所以喺古人嘅觀念入邊，富商多數都係通過對窮人嘅敲詐勒索暴力掠奪而致富嘅。正所謂無奸不商啊嘛，你就可以知道古人係有幾咁厭惡商人，認為呢一種經濟模式，只要有一個富人出現嘅話，就將會有9個尋常嘅家庭被剝奪榨乾。尤其以前嘅大地主，佢哋霸佔咗好多土地，但係佢唔會自己耕種嘅，佢哋只會將啲土地租俾啲冇土地嘅農民，等百姓為佢哋做牛做馬。咁喺以前農耕社會，如果你唔租嘅話，係冇辦法生存到嘅。租嘅你就要捱貴租，做極都係幫佢做嘅咋。收成好嘅話就有啖好食，收成唔好咯就真係粥水都冇得食。喺大地主嘅規矩入邊，成世人苦苦掙扎喺個籠入邊，無得翻身。咁呢一個就係古人講嘅一代做官九代絕。
一家富貴九家貧嘅道理啦。不過好彩呢啲社會毒瘤都已經俾剷除咗，老百姓亦都可以安居樂業。咁做官嘅上班嘅亦都唔需要話再提心吊膽啦，係咪？咁聽完今期嘅俗語，你又有咩感想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